裴云锦教了我3年，教我识人，教我藏锋，教我如何在绝境里反杀。他以为我是他圈养的金丝雀，可他不知道，我每学会一样，就在心里刻一道痕，刻他灭我满门的仇，刻他骗我3年的恨。后来金銮殿上，他跪着求我原谅，我笑着把罪证摔在他脸上。老师，你教的真好，这一课叫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爹爹失势后，裴云锦顶着满朝非议，将我藏进了别院，护我周全。他温柔小意，没叫我落过一滴眼泪。人人都说权势遮天的少年太傅是个不折不扣的痴情种，他给了我世间女子都向往的荣华与安稳，却唯独从不开口说一句娶我。直到一个娇俏张扬的女子闯进别院，扬着下巴向我炫耀万间的龙凤镯。云锦哥哥不过是念着沈太傅的旧恩，才对你格外照顾。你别得意，他已经向我爹娘提亲，我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。你呀，只配一辈子被圈养在这里，做个见不得光的外室。裴云锦匆匆赶来，一脸无奈地将他拉到身后。阿慈，云溪还小，胡言乱语的，你别当真。不过是我同他打赌输了，才随口应下一场大婚。做不得属的，我不禁失笑。我日思夜盼的大婚，竟被他轻描淡写当做一场赌注，轻易许给了旁人。我看着两人万间成对的镯子，嘴角泛出苦涩。他与柳云溪的婚事作不作数，我无从知晓。可我要成婚了。柳云溪的挑衅话音未落，裴云锦脸色骤然一沉，上前一步将他拽到身前。谁准你闯进来的？柳云溪被他吓得一怔，却仍不肯示弱，扬着腕上的龙凤镯瞪我。我是你未来的妻子，凭什么不能来？他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贱人，连妾室都算不上。闭嘴！裴云锦攥紧他的手腕。柳云溪疼得变了脸色。滚回你府里，从此不准踏足别院半步。柳云溪又气又委屈，狠狠剜我一眼，临走前还不忘拔高声音骂道：沈木慈，你别得意，你只是他无聊时的消遣，永远登不了大雅之堂。裴云锦拂袖厉声：滚！脚步声远去，院子里终于安静下来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神色瞬间软了下来，伸手想来拉我。阿慈，别往心里去，他被宠坏了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我静静看着他，没有躲，也没有应。等他说完，我轻轻开口，带着最后一丝希冀：裴云锦，你什么时候娶我？他伸到半空的手猛地僵住，随即缓缓收回，眼底那点温柔也淡了下去。再等等。他叹了口气，语气里满是无奈。你爹的案子尚未翻案，我如今娶你，只会被抓住把柄，不仅仕途尽毁，还会连累你。再忍忍，等大局稳定，我一定风风光光娶你。等，又是等。我被他藏在这座别院整整3年，这是他第9次用同一个理由拒绝我。我轻轻抽回手，指尖微微发颤。裴云锦脸色一沉，语气带上了几分不耐。沈木慈，你能不能懂事一点？我扛着满朝非议护你周全，放弃了多少东西，你就因为几句挑拨就这般不懂事？我没反驳，只是目光落在他腕上那只与柳云溪成对的龙凤镯，眼睛生疼。他一慌，立刻退下手镯，随手往身后一丢，不过是跟他打赌输了才戴的，小孩子过家家的东西，做不得数。他上前拉住我，语气放软：别气了，今晚我留下来陪你。我刚要开口拒绝，门外有人仓皇跑来：大人，柳小姐赌气进了后山密林，只怕会有危险。裴云锦脸色骤变，猛地推开我，语气急促：他身份贵重，绝不能出事。我去就回。不等我应声，他已经快步冲了出去。我慢慢走到门边，看着他刚要动身，又忽然勒住缰绳，翻身下马。他快步走到墙角，弯腰捡起那只被他丢弃的龙凤镯，指尖细细拂去上面的灰尘，然后小心翼翼揣进心口处，贴身收好。我冷冷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重重关上院门，对婢女轻和哑声道：上锁。小姐，不等大人了吗？我轻轻摇头，声音平静无波：不等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我走到书桌前，提起笔尖，落下寥寥几字：婚约照旧。
叛军来，看着信鸽冲破暮色，飞向远方。我对裴云锦最后一点念想也彻底掐灭。裴云锦，我不等你了。就看见裴云锦已端坐在他边，他指尖捏着一只青玉簪，眸色沉沉地望着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眼底的犹豫浓重的化不开。我刚坐起身，他便立刻上前，熟吮地扶我下床，端来温热的洗漱水，帕子擦过脸颊。他的动作依旧轻柔，一如这3年来的每一个清晨。铜镜里，他站在我身后，执起眉笔为我描眉，他勾勒得极慢，仿佛要将这动作拖到天荒地老。直到最后一笔落下，他握着眉笔的手微微一顿，终于还是开了口：昨夜云溪在密林里遭遇意外，名声受损，此事因我而起，我必须对他负责。我透过铜镜扫了他一眼，见我沉默不语，他急忙补充道：不过这与你也是好事，有了柳家的助力，我在朝中便如虎添翼。等我大婚之后，便为你安排一个新身份，风风光光纳你进门。虽是妾室，但你知道的，我心里只有你。他放下眉笔，指尖轻轻摩挲着我的脸颊，语气带着哄劝：云溪骄纵，不懂后宅事务，日后府里的事还要你多操心。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神情，见我未有半分哭闹，紧绷的肩膀不自觉地松弛下来。可这乖顺却又让他没来由的心慌。他想起从前，不过是他晚归半个时辰，我都会扑进他怀里，攥着他胸口衣衫耍脾气，要他哄上许久才肯罢休。他抬手抚过我的发顶，将我紧紧拥进怀中，温热的胸膛贴着我的后背，气息喷洒在我耳畔，说不出的缱绻缠绵，连声音都带着颤抖。阿慈，委屈你了，我向你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，等我站稳脚跟，定不负你。这怀抱曾是我绝境里的唯一救赎，如今也让我心死。恍惚间，记忆飘回了多年前，那是他的拜师宴，府中张灯结彩，爹爹拉着我的手站在正厅中央，他身后年少稚嫩的裴云锦身着青衫，恭敬地跪在地上，行拜师之礼。阿慈，这是爹爹的关门弟子。爹爹笑得满面春风，毫不吝啬对他的欣赏。此子资质不凡，往后定是震慑朝堂的大人物。那时我少年幼，听不懂什么朝堂大事，只抬着脑袋看他抬眸时的模样，眉目清俊，温润如玉，竟如同画本里的仙人一般。我眯着眼睛，甜甜地喊了一声：云锦哥哥。他愣了片刻，随即从腰间解下一枚玉佩，递到我手中，刻着他的名字，是他送我的第一份礼物。我珍视万分，从不离身，即便后来他将世间珍宝搬到我面前，都敌不过那枚玉佩的分量。后来爹爹卷入党争，骤然失势，满门获罪。我一夜间从千宠万爱的沈家大小姐，沦为最下贱的奴婢。教坊司来抓人时，我攥着玉佩，宁死不屈，一头朝着门柱撞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是裴云锦从天而降，他飞身拦下我，将我紧紧护在怀里。那时他刚中状元，一身红袍尚未换下，看着我瑟瑟发抖，满脸泪痕的模样，他眼里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心疼与怜惜。阿慈，别怕。他捧着我的脸，声音嘶哑：我是新科状元，圣上许我一个恩赐，我求他饶恕你。我愣愣地止住哭泣：你疯了，那是你的前程。他红了眼眶，抵着我的额头，一字一句掷地有声。我管不了这么多，阿慈，我只知道没有你我会发疯。可为什么曾经那个赌上身家性命也要护我周全的少年，终究还是变了？铜镜里他的眉眼依旧俊朗，在我心中却已面目全非。我不动声色地推开他，指尖抚过他衣襟，缓缓为他整理平整。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不安。我抬眸迎上他的目光，声音平静：大婚定在哪一日？他喉结滚动，迟疑了片刻，吐出3个字：3日后。巧了，那人也回信承诺，3日后亲自来迎我。我温顺点头，柔声催他去忙大婚事宜。
他眉心却轻轻蹙起。那些事自有下人办，这几日我陪着你。你从前不是闹着要看鱼灯，我现在就带你去，不等我开口。他俯身拦腰将我抱起，稳稳放上马背，随即自身后拥住我，将我裹进宽大温暖的大款里。滚烫的体温隔着衣料传来，熟悉的让我鼻尖一酸，眼眶瞬间泛起热意。入夜街市热闹，人声鼎沸，灯火如昼，满眼烟火气，我却无心欣赏。一道娇俏身影从街角掠过，我心下一起，不动声色抬眼。裴云锦显然也看见了，他只迟疑一瞬，便低头凑到我耳边：阿慈，你先在此处逛着，前边有你爱吃的糖葫芦。我去就回，我没有拆穿，只轻轻了一声，目送他快步消失在熙攘人群里。眼前景象渐渐模糊，我的脚步却不受控制，鬼使神差跟了上去，心里盼着，或许是我多想了。不远处高台之上，灯饰掌柜高举一盏精巧鱼灯，说是猜中灯谜的彩头，我一眼便认出来，那是我及笄那年灯会心心念念最爱的样式。那时裴云锦笑着答应，说必定亲手迎来送我。可当夜爹爹骤然入狱，他始终欠了我一盏鱼灯，只是没想到他竟还记得。我心口一暖，裴云锦翻身上台，寥寥数语便解开谜底，引得台下一片叫好。他接过那盏鱼灯，目光含笑，径直朝我这边看来。我心口砰砰直跳，刚刚割舍的情意竟又不受控制的蠢蠢欲动。可下一刻，柳云熙笑靥如花，蹦跳着扑进他怀里，牢牢抱住他的腰。裴云锦没有推开，眼底漾着我从未见过的宠溺，抬手便将那盏我盼了多年的鱼灯稳稳递到他手中。我摇了摇头，骤然失笑。沈木慈，你真是可笑，他已经背弃了情谊，你还在痴心妄想些什么？四周百姓满眼艳羡，忍不住夸赞，一句句金童玉女，天作之合，像针密密麻麻扎进心口，疼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我再不愿停留，转身要挤出人群时，身后骤然一阵大乱。我下意识回头，数名黑衣刺客从天而降，寒光一闪，长剑直朝我心口刺来。我惊得浑身僵住，瞳孔骤缩，又瞥见不远处裴云锦脸上瞬间涌上的惊慌，他嘶吼着我的名字，不顾一切朝我奔来。可就在他即将冲到我身前时，柳云熙一声凄厉惊呼：云锦哥哥，救我！一旁灯架不知何时被撞翻，熊熊火光席卷着木架，轰然倒塌，朝他砸落。裴云锦脚步猛地顿住，没有半分犹豫，扭头将柳云熙紧紧护在怀里，确认他毫发无伤后，才再次转头看向我。原来就连在生死关头，他的选择也都不是我。我缓缓闭上眼，不再去看他们，只平静地等待钻心的刺痛。可这剑被人拦在距离我胸口3寸之处，刺客的血溅在我衣襟上，刺目猩红。我还未看清救我的人模样，只听见一道低沉安稳的声音：我救你一回，这次先欠着，日后我再向你慢慢讨回来。不等我回头，裴云锦已疯了一般冲至我面前，双手攥住我肩膀，上下反复打量，声音发颤：阿慈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我目光越过他，落在不远处的柳云熙身上，抿着唇，一言不发。阿慈，刚刚事发突然，他离我更近，我只能先救他。你要信我，若是你有半点闪失，我必定随你一同去。他絮絮叨叨，似乎真的被吓到了。我强压下心底翻涌恐惧，轻轻拨开他的手，声音出奇的平静：我没事，事发突然，我能理解。裴云锦松了口气，眼底掠过一丝赞许，捏了捏我的手心：阿慈，你终于懂事了，往后你和云溪好好相处，我也不必担心了。他牵着我穿过混乱人群，往别院去。身后，柳云溪嫉妒的目光直直盯着我。接下来几日，裴云锦寸步不离地守着我，反复叮嘱加强别院防卫。他这般反常，让我心底浮起一个猜想：那日的刺客或许根本不是意外，他从头到尾也都心知肚明。而他拼尽全力维护的人是谁，不必点破，我早已一清二楚。若是换作从前，我定会彻夜难眠，揪着他反复追问，哭着要一个答案。可如今，我只觉得疲惫，
连半分多余的心思都不愿再为他耗费。明日便是第3日，也是他与柳云熙的大婚之日，他终究要以新郎身份回去筹备诸事。离开前，他从怀中掏出一串用油纸精心包裹的糖葫芦，递到我面前。阿慈，那日答应给你买的，我补上了，乖乖在这里等我，日后我定引你进门。他俯身，一字一句，神情认真。记住，我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你一人。我顺从接过，在他转身离去的刹那，便随手将糖葫芦丢进炭火盆里。我起身取出玉佩，连同这些年他送我的所有礼物一并放入木盒。就在此时，房门被人猛地推开，柳云熙一身华服，昂首走了进来，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得意与张扬，显然是专程来看我笑话。他扫过桌上的木盒，眼神掠过一丝嫉妒。这些年你倒从云锦哥哥这边讨了不少好东西，不过沈木慈，我劝你日后安分守己，乖乖做个妾室。只要你守规矩，我或许还能留你一条活路。他眼唇轻笑，往后我怀有身孕，身子不便时，或许能施舍你伺候云锦哥哥几回。我静静看着他，没有他想象中的崩溃难过，反倒激怒了他。柳云熙上前一步，压低声音：你以为裴云锦护着你是爱？你告诉你，当年陷害你父亲，令沈家满门蒙冤的幕后黑手，正是裴云锦。是他与我父亲联手，才害得你家破人亡。我浑身一震，指尖瞬间冰凉。他对你的好，从头到尾都只是愧疚。他说与我成婚，是因为我名节受损需要负责，那都是骗你的鬼话。这一切都是他一手安排，就是为了让你乖乖听话，安心做他圈养的玩物，你知道吗？他要了我的那一夜，刚好就是你生辰那日。脑海里轰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彻底塌陷。我手一抖，木盒摔落在地，玉佩、发簪、珠花散落一地，每一件都好像在嘲讽我有多愚蠢可悲。柳云熙看着我失态的模样，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去。我跌坐在冰冷地面，眼泪疯狂涌出，却又控制不住的大笑出声。可笑我3年痴心错付、同床共枕的男子，竟是灭我满门的仇人。裴云锦，你骗得我好苦。我缓缓撑着地面起身，擦干脸上泪痕，眼底是骇人的冰冷。我拿起桌角燃烧的烛台，毫不犹豫丢向满地狼藉，火苗瞬间窜起，火光冲天，将承载我们之间所有美好回忆的屋子一寸寸燃烧殆尽。我站在火光之外，静静望着燃烧的别院，眼神决绝。裴云锦，你欠我的，欠沈家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下一次相见，我要的是你命。大火烧了整整一夜，裴云锦与柳云熙拜堂的吉时刚到，别院的婢女清河疯了一般冲进裴府，刚要张口哭喊，就被迎亲的侍卫死死捂住嘴，强行拖到角落，半点声音也不许传出。红绸漫天，礼乐震天，满堂宾客举杯道贺。裴云锦一身大红喜服，眉眼间却没有半分新郎的喜悦。入洞房前，他眼角余光不经意扫过廊下，一眼便看见清河熟悉的面容，脸色骤然一变，心头涌起一阵强烈的不安。他甩开侍从，大步上前：你怎么在这里？是不是阿慈出事了？清河瞬间崩溃，泪如雨下。大人，您快去看看吧，别院走水了，烧了一夜，小姐她怕是……阿慈。裴云锦眼前一黑，天旋地转，什么大婚，什么柳家权势，什么朝堂大局，一瞬间被他抛到九霄云外。他不顾满堂哗然，甩开刘府众人，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柳云熙，快马加鞭往城外别院赶去。身后，柳云熙穿着嫁衣，死死攥着手绢，指节发白。宾客窃窃私语，看向柳云熙的眼神满是怜悯。柳云熙又羞又恨，认定是我故意纵火耍手段，毁他大婚。他当即带了一府仆役嬷嬷，咬牙切齿：去城外，我倒要看看他装到什么时候。今日我非要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知道谁才是主子。裴云锦策马赶到时，大火早已熄灭，只余下满院狼藉，空气中弥漫着烟火的焦糊味。院子正中，白布盖着一句遇难者遗骸，不忍直视。
伺候我的清河跪在一旁，哭得几乎晕厥。裴云锦踉跄下马，声音发颤：人呢？阿慈呢？下人哭着将一只烧焦的木盒捧到他面前，隐约能看出朱翠原本的模样。大人，这就是小姐，她到死都抱着这个盒子不肯松手。裴云锦颤抖着手打开木盒，里面是他这些年送我的珠宝首饰。他呼吸越发急促，直到看见那枚玉佩，他呼吸停滞了。阿慈，他双膝一软，重重跪倒在遗骸前，猩红着眼，失声痛哭。他护了3年，哄了3年的人，打算日后纳进门娇宠一生的女子，没了。冷静片刻，他猛地抬头：茶，给我撤茶！好好的别院怎么会走水？定是有人害他。话音刚落，院门外一片喧嚣。柳云熙一身嫁衣，气势汹汹带着人闯进来，张口咒骂：沈木慈，你这个狐妹子，少在这装死博同情，不过是想破坏我的大婚。你以为我会信？来人，给我掀开白布，我倒要看看他耍什么把戏，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。他伸手就要去接白布，手腕却突然被一只冰凉的手狠狠攥住。裴云锦猛地起身，眼神阴敷的吓人，稍一用力，便将柳云熙狠狠甩在地上。你闭嘴！他声音沙哑，竭力压制着怒意，死死盯着他。我已经为了你委屈阿慈做妾，如今他人都没了，你还要来欺负他？你最好祈祷阿慈的死与你无关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。柳云熙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他，这是他第一次对他动手。从前他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过。柳云熙又害怕又委屈，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他一直以为裴云锦对他温柔纵容，就算心里有那个女人，也终究会护着他。可如今他竟为了我对他如此狠绝。你为了他打我。他颤声开口，又被裴云锦眼中的杀意吓得不敢多言，只能恨恨一跺脚，带着一行人灰溜溜离去。裴云锦缓缓蹲下身，轻轻抚过那块白布，指腹颤抖，痛不欲生。他不知道，此刻的我早已安然站在三皇子府里。萧孔之站在廊下，看着远处天边未散的浓烟，淡淡开口：别院那出戏做得够真，裴云锦怕是这辈子都忘不了了。说完，他转身走进小厨房，没多久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端到我面前。我握着筷子的手微微一顿。从前娘亲还在时，最常给我做的便是这样一碗阳春面。我含着泪，轻轻挑起一筷子送入口中，这味道和娘亲做的一模一样。一股暖意顺着喉咙一路滑进心底，我忍不住鼻尖一酸，泪水止不住流下。萧红之抬手轻轻擦去我的泪痕，他声音低沉安稳：傻阿慈，别哭，都过去了，往后孤护着你。三皇子萧烘之是圣上最宠爱的皇子，他母妃与我娘亲是自幼交好的手帕交。当年我尚未出生，两家便定下了娃娃亲，只可惜爹爹一夕蒙冤，家破人亡，这门亲事也再无人敢提。那日我给他送信提起婚约，也没有几分把握，可没想到他没有半分犹豫，立刻回信应下了婚事。为了断了裴云锦的心思，让我彻底脱身，他寻来一具身形与我相仿的女尸，上演了一出假死的戏码。在三皇子府的日子安稳平和，仿佛回到了爹爹还在的时候。萧红之将府中所有案线人手都交到我手上，任由我彻查当年旧案。我日夜不休，翻查卷宗，走访旧人，一点点抽丝剥茧，眼看只差最后一份关键证据，便能将裴云锦定罪。这日我伏在案前，眼底泛青。萧红之端来热茶，轻声告诉我裴云锦进来的动静。他在你坟前守了多日，当众宣布为你守丧3年。柳云熙自大婚那日离去后，他便再也没有见过。为此柳大人震怒，还在朝上参了他一本。我握着笔的手一顿，随即淡淡笑了笑，打断他：不必说了，他如今这般深情款款，又有什么意义？我沈家满门的鲜血，我3年来的煎熬与绝望，全是他一手造成。我不要他假惺惺的忏悔，我要以他的项上人头祭奠我九泉之下的爹娘。
午后，裴云锦照旧守在我墓碑旁，他一身素衣，一点点拔去坟头杂草。他面色苍白，眼底布满血丝，连日不吃不喝，早已憔悴得不成样子。下人匆匆来报，躬身道：“大人，别院走水一案查清了，的确与夫人无关。”裴云锦眉头紧锁，眼底有几分怀疑。只是属下还查到了些别的。夫人在大婚前夜确实私见过小姐，说了许多羞辱刺激的话，还有灯会上的刺客，经查证，也是夫人暗中安排。目标是小姐。裴云锦掌心骤然攥紧，捏得指节咔咔作响。不等下人说完，他猛地转身，大步冲回裴府。主屋内还保留着新婚的喜庆装扮。柳云熙被冷落多日，早已怨毒难耐。听见脚步声，以为裴云锦终于回心转意，特意松了衣襟，露出半截香肩，娇滴滴扑进他怀里。云锦哥哥。可回应他的是一声脆响，他被狠狠一巴掌扇倒在地。贱人！他想起灯会那日刺客的长剑直指我心口的模样，他就后怕不已。他恨不得将柳云熙碎尸万段。柳云熙捂着脸，又惊又怕。你凭什么打我？我要告诉我爹。裴云锦一把扼住他的脖颈，将他抵在柱上，力道很厉。你怎么对阿慈的，我会千倍百倍，一点点还给你。柳云熙被饿得喘不过气，彻底疯癫，尖叫。又是沈木慈，那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好？可你知道吗？我全都告诉他了，是你联合我爹，害他家破人亡。他死前早就知道你所有的真面目，他恨你入骨，恨不得将你剥皮抽筋。裴云锦如遭雷击，浑身一震，猛地松开手。他知道了，阿慈他竟全都知道了。他是带着对我的恨走的。一想到这，裴云锦晃了晃身子，连日心力交瘁，骤然得知这锥心之痛，他眼前一黑，几乎晕厥。他一把将柳云熙甩倒在地，声音嘶哑冰冷：“拖下去，关进地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见他。”偌大的房间只剩下他一人，他抱着我的牌位，蜷缩在角落，一遍一遍嘶哑地喊着我的名字，语无伦次的忏悔：“阿慈，对不起，阿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回来好不好？”而半个月后，一封密信几经辗转送到我手中。我拆开信封，里面正是裴云锦与柳贼当年密谋构陷我爹爹的亲笔书信，铁证如山，无可辩驳。萧宏之拿起书信，沉声道：“孤即刻进宫，向陛下禀明一切，为沈太傅平反。”我伸手拦住他，抬眸时眼底一片清明冷冽：“我亲自去，这仇我要亲自报。”三皇子望着我，轻轻点头，伸手握住我的手：“好，姑陪你。”裴云锦在别院醉生梦死多日，整日抱着我的牌位，浑浑噩噩，形同枯槁。宫里的工人寻来时，他正瘫坐在地上，酒坛倒在一旁，衣衫凌乱，眼底布满血丝，早已没了半分太傅的威仪。被工人带到大殿外时，他仍是一脸茫然，脚步虚浮。工人冷冷瞥他一眼：“裴大人，自己做过什么？自己心里清楚。到了陛下跟前，好好回话。”大殿之上，气氛肃穆。黄统领一叠密信与证据狠狠掷在他面前，纸张散落一地，全是他与柳贼当年勾结构陷我爹的亲笔手书。裴云锦瞬间酒醒大半，慌忙跪地，脸色煞白：“陛下，臣冤枉，冤枉！”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他。我从萧宏之身后走出，目光直直落在他身上。裴云锦，你害死我沈家满门，如今罪证确凿，你怎么还有脸喊冤？裴云锦浑身一僵，难以置信地抬头，看清我的那一刻，他眼睛猛地睁大，像是看见了失而复得的至宝。他全然忘了君臣礼节，疯了一般从地上爬起，伸手就要来抓我。阿慈，你还活着，你没死，你怎么会在宫中？他的手还未碰到我的衣袖，萧宏之已上前一步，将我护在身后，抬手用力将他推开，语气冷厉：“裴太傅，自重！阿慈如今是三皇子妃，你此举已是失礼。”三皇子妃？裴云锦踉跄后退，却像是没听见一般，目光死死粘在我身上。阿慈，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，他说的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我上前一步，直视着他，一字一句控诉他的罪行。你年少家贫，我爹怜你才学，收你为关门弟子，倾囊相授，待你如亲子。我沈家待你恩重如山，你却为了权位与姓柳的狗贼勾结，害得我爹爹含冤入狱。你把我安置在别院，假作深情，温柔呵护，不过是出于愧疚。你一边许诺我未来，一边与柳云熙定亲。裴云锦，你这叫恩将仇报，负心薄幸，每一句都戳在他最痛的地方。他脸色惨白如纸，身形摇摇欲坠，望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终于低低吐出一句：你还是知道了。我心头恨意翻涌，扬手一巴掌狠狠甩在他脸上，清脆的巴掌声在大殿中回荡。裴云锦偏过头，嘴角缓缓溢出一丝血迹，满脸苦涩地望着我，眼底满是痛苦和哀求。他没有辩解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阿慈，原谅我，我有必须这么做的理由。我只觉得可笑，事到如今，他还在强调自己的不得已。皇上震怒，当即下令彻查。裴云锦心死如灰，当场认罪。裴云锦谋逆构陷重臣，罪证确凿，打入天牢。秋后问斩，柳家一党同罪连坐，满门获罪，无一幸免。侍卫上前架住裴云锦，他挣扎着，目光死死锁在我身上，哑得喊：阿慈，原谅我。你……我眼神冰冷，不等他说完，上前一脚狠狠将他踹开。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他僵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我转身，挽住萧红芝的手臂，举止亲密。这一幕彻底击碎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。裴云锦眼神空洞，面如死灰，再也没有挣扎，任由侍卫拖着一步步走出大殿。爹爹的冤案终于昭雪，圣旨昭告天下，恢复太傅清誉，沉冤得以洗雪。我走出皇宫时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暖得有些不真切。下一秒，所有紧绷的情绪轰然溃散。萧红芝上前一步，稳稳将我揽进怀中，我再也撑不住，埋在他胸口失声痛哭。都过去了，阿慈。他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声音温柔而坚定：以后有我，再也没人能伤你。我哽咽着点头，泪水打湿他的衣襟。大仇得报，沉冤得雪，可我心里却空了一块。裴云锦行刑前夜，我终究还是去了天牢。阴暗潮湿的地牢里，他一身囚服，头发散乱，早已没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模样。看见我出现，他浑浊的眼睛猛地一亮，撑着身子起身，静静望着我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我都知道了。我看着他，轻轻开口：当年是姓柳的用我的性命要挟你，你被逼无奈才联手害我爹爹。裴云锦浑身一震，眼底涌上一抹痛色，随即又被浓重的痛苦与愧疚淹没。他颤着声，小心翼翼地问，仿佛怕惊扰了什么：阿慈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爱你啊。我轻轻摇头，没有半分犹豫。不能，一字一句，清晰而决绝。裴云锦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遇见你。话音落下，我自己先红了眼眶。明明是恨，可一想起这3年来的点点滴滴，心还是像被狠狠揪住，疼得喘不过气，眼泪不受控制的滑落。裴云锦见状，瞬间慌了神，隔着铁栏伸出手，却怎么也碰不到我，只能急声低唤：阿慈，别哭，你别哭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他声音沙哑，带着无尽悔恨。若是我当初再强硬一点，不顾一切娶你，若是我没有答应他们任何条件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我没有回答。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伤害了就是伤害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裴云锦缓缓滑落在地，终于失声痛哭。那个曾经权倾朝野、清冷孤傲的少年太傅，此刻像个走投无路的孩子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我把你弄丢了，我知道柳云熙欺负你，我把他关在地牢，我替你出气了。阿慈，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，我只爱你，自始至终只有你。他一遍一遍重复，
字字泣血，句句戳心。可我已经听不进去了。愧疚弥补不了伤害，深情抵消不了罪孽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芥还轻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擦干眼泪，最后看了他一眼。我今天来不是听你忏悔，也不是与你叙旧。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异常坚定。我只是来与你彻底了断，从此沈裴两家恩怨两清，你我之间再无半点干系。我转身，不再看他身后绝望嘶喊的模样，一步步走出天牢。外面夜色深沉，星光微亮。萧红枝等在天牢外，见我出来，默默走上前，将一件披风披在我肩上，稳稳牵住我的手。他没有多问，只轻声说：我带你回家。我抬头望向他，眼底最后一点阴霾散去，终于露出一抹释然的笑意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谁的外室，不再是谁豢养的雀鸟，不再活在仇恨与执念里。裴云锦，也许你我永不相见，便是最好的成全。全文完。